这位大妈，我看您山根隆起，地表方圆，这一看就是一个旺夫益子的好命。但是你的印堂之中有一丝黑气缭绕，是不是家里最近下水道老土？是不是灶台方向不对？影响财运呢，得改呀。小师傅，您说的还挺准，我家洗澡盆老是堵。没事儿，有我名家一脉独家传下来的通衢灵符，贴于水喉之上，3日必见奇效。原价880，你我有缘，80就行。好。慢走，下次再来。这人一看又是个人傻钱多的主。这位大哥，我看您呀，龙行虎步，绝非池中之物。来，坐。您这是想测凶吉呀，还是占运势？医卜看相不分家，我这给您号一脉。您这脉中沉中有浮，华里带色，这一看早年有过劳累，肝肾有问题。不过没事，我这给您开一副方子：东海珍珠粉2钱，100年人参3根，再送上无根之水，3日药到病除。成会3800。小友果然有趣啊！不过开药就不必了。这里有一点诊金，不成敬意，相信我，我们还会再见的。什么意思呀？病还没治就给诊金，神经病吧？哇，这么多钱！第4届针灸大赛，哼，发财了！哎呀，哟，差点把您给忘了。爷爷，别说我没出息，这世道啊，算命比看病来钱快多了。白夏，爷爷要走了以后，你就把医馆关了吧。爷爷，白夏不要你死。白夏，你天资过人，爷爷那些医术你照着瞎比划，足够养活自己了。爷爷，你醒醒！重磅！时隔10年，全球针灸大赛将于下月重启。据悉，本次大赛奖金池创历史新高，冠军将独得100万奖金。100万！前10名选手均可获得10万至数十万不等的丰厚奖励。我要拿第10名，顿顿都吃香的喝辣的。我要拿第5名，那这老破房子我能重装一遍。我要拿第1名，那就是100万。我算卦算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啊！爷爷，你说我有你这本书，是不是像您10年前一样走到决赛？欢迎大家来到全球针灸大赛总决赛的现场。那进入我们总决赛的选手分别是来自玄门的明远山，来自金方殿的严嵩。我们现场邀请了2位患有气机逆乱症的患者陈大哥和李大伯，2位选手将会现场对他们进行施针医治。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是啊，这手法太厉害了，这手法太厉害了，简直神乎其技啊！
奇迹发生了，3个满分！明远山选手不仅速度极快，而且效果堪称完美。下面压力给到了严嵩选手。明师兄，陈大哥的奇迹快彻底崩了，我的阵压不住悬殊反弹，现在只有你的玄门心法才能强行疏通，再晚就来不及了。明师兄，看在同道的份上，我求你赶紧救救他！明远山选手，你的比赛已经结束，但是患者生命垂危，医者仁心，你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呢？救人要紧。死人了！是明远山，他碰了之后人就死了。由于明远山选手治疗失当，导致患者生命危急，所以组委会决定取消明远山的所有成绩。那么本次大赛的冠军是严嵩选手，恭喜严嵩！同时剥夺明远山的行医资格，移交执法部门处理。组委会主席秦鼎贤教授表示，为了推动中医走向世界蓬勃发展，同时展现中医透明度，本次比赛将首次采用全程全网直播形式，接受全球观众的监督。是他？哦，坏了！爷爷，孙儿我呀，大概率走你的老路。虽然说没有办法替你把比赛赢回来，但是好说歹说，我骨子里流着你的血，怎么着也不至于说输得太惨。今儿啊，咱爷俩好好喝2杯，您在下面保佑我多赢几把，到时候回来呀，我给您换一个骨灰盒，换个大的。老爷子，那这个我就拿走了。啊！哎，快看，他来了！真来了！啊！我去，美女啊！是温变阁的萧以灵，这次的夺冠大热门，没想到还是个美女。听说她可是百年难遇的天才，尤其擅长解毒和疑难杂症。这次温变阁派她来，看来是势在必得。而且她手里拿的可是秦鼎贤主席亲笔签名的邀请函，这个待遇可不是一般选手能有的。排场个明星似的。这是我的邀请函。这是我的。这是啥？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也叫邀请函？你看他那样，哪点像中医？走错门了吧？该不会是隔壁菜市场找算命先生？不是，你怎么说话的？不能以貌取人。我这个是那个秦老先生亲自送我的，跟他的一模一样，如假包换。您方便把您的姓名和流派给我说一下，我帮您查一下。我叫明半夏，明天的明，半夏生的半夏。至于流派嘛，家传。说什么名字啊？可是10年前济世医馆的那个名家。正是小爷。什么？不会是那个10年前在决赛上致死人的名家？
明远山简直就是我们中医界耻辱，没想到他的后人来参加比赛。此人的存在是对所有认真研习医术之人的侮辱。秦教授的邀请函是绝对不会给这种人的。我建议您啊，立刻追究他伪造邀请函的责任，并将他逐出现场。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这哪是伪造的？果然是一脉相承的败类，当年害人不够，现在又想来玷污这神圣的赛场，伪造邀请函还不承认，真是明家人能干出来的事。就是明家的后人怎么会有邀请函？邀请函肯定是伪造，怎么还想让你们给庸医爷爷洗白吗？我呸！放屁！我爷爷那是被冤枉了。明先生，很抱歉，您的受邀名单没有通过我们的复审，您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本次比赛。为了保障我们比赛的声誉，请您立刻离开会场。好，说的像愿意来似的。谁伪造邀请函？秦主席，这位明半夏先生手中持有一份疑似造假的邀请函，而且对您出言不逊，态度极其恶劣。秦主席，要是让这种人靠伪造邀请函混进比赛现场，一定会影响比赛的声誉。对付这种害群之马，一定要严惩不贷。伪造邀请函确实性质恶劣，但林半夏的这份邀请函是我亲手给他的。你说什么？医术之争应在赛场之上见真章，他的资格由我亲自担保。登记吧。好的，秦主席。余主啊，我知道你师父对于明家一直心存芥蒂，但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也讲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过去的错误不应该由后代来永久背负，包容并举才是我们中医传承应有的气度啊！是，秦教授。半夏，既然来了，就好好比赛。得嘞。哼。秦主席可真是个好人，要是没他，今儿就悬了，100万奖金，我来了。秦主席，没打扰您吧？我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好，坐。半夏，一点小事不必挂齿，维护大赛的公正和包容，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呀。对您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儿。您不知道那些人骂我骂得多惨，要不是您帮我主持公道，我早走了。非要感谢，还是谢谢你爷爷吧，我也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啊。您认识我爷爷？您认识我爷爷？你爷爷是我的同门师兄。您是我爷爷的师弟，我从来没听过爷爷提起过您。师兄他性子倔强，后来我们在选择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联系也就少了。不过同门之谊我会一直记在心里。当时的比赛我也在场。当年比赛你也在，那你可以替我爷爷作证吗？我爷爷是被冤枉的。坐。只可惜当年我只是一个普通弟子，人微言轻。如今我成了大赛主席，断不会让当年的情况再重演。那我爷爷当年那些事就这么算了？有些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年赛场上出了人命，而你爷爷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你不觉得奇怪吗？难道不是大赛的主办方把事情压下去了吗？当年的事闹得很大，调查程序是启动了的，司法机关、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都曾介入，但是最终没有对师兄提起刑事诉讼。陈大哥的家属在比赛前就签署了谅解协议，明确主张不深究，也不接受尸检。谅解？那可是一条人命，他们就这么谅解了？为什么？具体原因外人很难揣测。不过听说小陈在比赛前就购买了一份数额不小的人身意外保险，而这份保险的赔付在事后很快就兑现了。什么？
他们是蓄谋已久。任何结论都需要证据。从司法程序上说，事已经了结了，但这个了结不代表真相大白，更不等于人心福音啊。我明白了。对了，刚刚在外面报名时，有一个找我茬的人，您说他师傅对我们名家心存芥蒂，他师傅是？如今经方殿的首席，也是这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严嵩。严嵩？居然是他。半夏，这次的路不好走啊。再难走的路，也不会比爷爷走后的这10年难。让他们放马过来，小爷我照单全收。火神堂雷厉风，杏林院赵明，经方殿余楚，温病阁萧逸灵，林书院叶兰。明白下，明白下。阿卜杜拉。哟，一个来凑数的洋和尚，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废物。没有自知之明的废物！我靠，他们的眼睛能杀人啊！你说他们是在看你，还是在看我呀？朋友，香料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保持自我。你好，我叫阿卜杜拉，来自 M 国。这老白叽里咕噜说啥呢？你好，我叫明半夏，来自华国。等等，那个算命的和哥布林是怎么混进来的？各位选手，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来到针灸大赛的初赛现场。本场呢，我们将考验诸位的基础手法，需要各位在标准的经络图之上，以针蘸取朱砂，精准的刺中标示的10个基础穴位。我们的评委呢，也将根据各位的精准、力度、手法与速度进行评分。现在我们来抽取本场的顺序与穴位。第1位，温病阁萧以林。兄弟，这是我的菜。哦，有美食，在哪里？你做的吗，朋友？菜，比喻，一语双关。哎，算了，跟你们说不清楚。真的是赏心悦目啊！萧以林选手的这一套手法，真的是将温病阁的轻灵便捷和变通精巧展现的淋漓尽致。据说这是其真力达到脉络的表现，天才之名，实至名归。手法虽非正统，但快准巧3字已得精髓。年纪轻轻能将透子诀与自身灵异根基结合至此，实属难得。萧逸灵选手不会是温病阁寄予厚望的天才呀！以林女神这手速，爱了爱了。好的，接下来有请评委打分。下面让我们有请火神堂雷厉风。请评委打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林书院叶兰。请评委打分。接下来有请杏林院赵明。请评委打分。接下来有请经方殿余楚。经方殿的选手余楚。余楚选手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真是做到了经方殿的严谨古风，展现的淋漓尽致，每一个动作都仿佛是从古籍中走出来一样。看看这精准度，看看这力度，堪称是典范，不愧为北岳经方殿的翘楚，严嵩教授的高徒。好，甚好，手法纯正，深得古意，分寸角度力度无一不佳，尽显我经方殿尊古溯源、毫厘不爽之要义，针灸正道便该如此。形神具合古法，已然登堂入室，然失去了几分应对万变之活的机趣。余楚选手展现出了深厚的功底，不愧为经方殿
精心培养出来的人才啊！请评委打分。这有什么好的？我说我也行。下一位，明半夏准备。明半夏，请准备。这怎么感觉比看相难多了？哪个是何苦来着？哎呀，装模作样，浪费时间。飞针连针都拿不稳，真是可笑！这算哪门子手法啊？成何体统，毫无规矩，这岂不是儿戏吗？0分，请明半夏选手规范操作。这要是能过，我把针吃了。大型失误现场。蒙对了，花拳绣腿，哗众取宠。中医是治病救人的真功夫，不是耍杂技。法力方式毫不正确，这是什么野路子飞针？这简直就是对中医的侮辱！0分，必须0分。这莫非是玄门飞针，失传的以气御针的雏形？不对，它毫无内息，可这朱砂点力透凝而不散，点穴精而无痕，这个算命的好像还有点实力。请各位评委为明半夏打分。明半夏选手的最终得分79.1，暂居当前第8。第8？黑幕！天大的黑幕！这他妈凭什么？解释，必须解释！如此不堪入目的手法，何以得此高分？敢问同道，你们服气吗？请韩一先生点评一下。他的手法确实不合规范，甚至堪称拙劣。然针灸之道，其止于行。诸位，请看，起点虽小，圆润无比，边缘光滑如珠，这意味着他对力量的掌控已达到了凝练如丝、精准入微之境，非蛮力，而是一种本能的对真意的掌控，此乃天赋异禀，或者说是某种古老传承的影子，此便是吾打分之依据。韩一先生慧眼如炬，所言确有道理。明半夏选手行虽然散漫，但其展现出来的某种神与控，或许值得期待。力透纸背，凝练如丝，真意，我就是瞎谈的呀。难道那本破书真有点东西？还是我运气好的爆表？哎，哥们儿，你说他们是不是集体眼瞎呀？我的朋友，或许你的确如此呢。你的针法看起来非常独特，甚至有些豪放不羁。但是呢，认真看，每一个点好像都是一模一样，仿佛是用最精密的模具印上去一样。所有的力量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这不是运气，朋友，这更像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极致的力量。韩毅先生他看到了，但我猜其他人看不到。红瑶，你怎么说的比韩一先生还厉害？我就是手一抖，说不定今天手感好。我的朋友，有时候啊，手感就是天赋本身。我很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其实你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趣得多。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国际选手阿卜杜拉。希望你的手感能分我一点。加油！花里胡哨，针灸乃严谨医学，掺入什么香料艺术，这成何体统？这位来自远方的阿卜杜拉先生的手法真的是做到了独树一帜，他似乎是想将香气和针法融合为一体，看他的动作充满异域风情啊。这个外国大叔有点东西啊，有意思，期待他的分数。阿卜杜拉选手最终得分84.5，暂居第5。哎呀，可以啊，兄弟，你那手飞针厉害啊！看来有时候与众不同也能被欣赏，不是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们，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我手上拿到的这份名单就是晋级复赛的8强名单。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有谁。高居防守，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征服全场。温并格的天才少女萧以琳，断层第一，太强了。第2位是表现稳定出色，金方店的明星选手余楚。青方店大师兄靠谱。以及同样来自金方店的新锐力量余楚的妹妹余冉，来自于灵书院的杰出弟子叶兰，火神堂的猛将雷厉风，杏林院的实力干将赵明，来自远方的朋友阿卜杜拉。最后一位是表现颇具争议的，但同样晋级的选手明半夏。黑幕节目效果拉满，不想看他。好的，恭喜以上8位选手晋级到了我们的复赛，也同样获得到了10万元的奖金。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明天的复赛。老天爷，这10万块也太好挣了，居然就这么被我混进来了。我这跟买彩票有什么区别？看来回去我得再把老爷子留的书翻他个10遍8遍。首先恭喜晋级的各位，其次也希望有些选手不要高兴得太早。针灸大赛不可能靠运气和关系就能混下去。我就知道这姓严的不会轻易放过。下一轮则是望闻问切，是真是假，是精是拙，一出手便知分晓，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侥幸。若没有真才实学，我劝某些人还是趁早放弃，免得下一轮原形毕露，当众拆穿，在全网颜面尽失，给家族丢人现眼，甚至重蹈覆辙，那可就很难看了。妈，你一定要坚持住，我马上就可以获得冠军，拿到奖金，有最好的药，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的。不，灵儿，你别太辛苦了，妈没事儿，你看，妈没事儿啊。妈，我不辛苦，你一定要撑住。这次比赛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一定会找出线索，找出那个害你的人。那不是冰山美人吗？她怎么在哭啊？妈，你先好好休息，我有事先挂了。你没事吧？明半夏，你怎么在这儿？你刚才听到什么了吗？我还能来干什么？这庭院又不是你家开的，我上这喝点快乐水。再说了，你哭那么大声，谁听不到啊？你最好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都忘了，否则怎么样？你拿针扎我呀？我又不是吓大的。哎，不是，我刚才是看你哭得太难受了，怎么拿第一还不开心啊？我的事轮不到你这种人来过问。离我远点！不是，我没有想碰你，我就是看你面色感觉不太对，你是不是白天比赛的时候用了什么比较耗心神的功夫？你在胡说什么？我温并格的心法也是你能妄加揣测的。我没想揣测，我就是感觉你气息很乱，不像白天比赛那么圆融流畅，你这会伤根本的。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他怎么知道？这种感觉他怎么可能感觉得到？就连一般的长老也未必能如此精准的看破，难道是蒙的？算了，好心当成驴肝肺。那这个给你。这是什么？毒药？毒你个头！我虽然不是你们什么名门正派，但我好歹是个医生，我可不会对病人下黑手。这个是安神散，对你平复气有帮助。
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装什么装？奇怪，我刚才怎么感觉到他的气乱了？难道是那个破书真让我开了天眼？难道是我眼花了吗？怎么有股黑气？玄门真经是真的？明天就是复赛了，诊脉环节所用脉诊皆需统一制备，务必检查仔细，确保内部填充均匀，外包丝绸无任何瑕疵，切不可出了任何岔子，明白了吗？是，秦主席，我这就去再检查一遍，单独存放，明日一早准时送至赛场。各位选手，欢迎进入复赛。今天将考验的是中医的根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精髓。你们每人呢，将独立的诊断一位患者。这些患者当中有真正的病人，亦有演员。你们将有1炷香的时间去判断其真伪，并诊断其病症。现在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哇，难度飙升，还有演员，小女生肯定没问题。望。看啥呀？脸色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呀。闻也没啥味儿啊。问啥？直接问你有病吗？会不会被打呀？大哥，身体哪儿不舒服呀？大夫，我最近总感觉浑身乏力，胃口也不太好。完了，这么普通的症状，这我怎么分辨呀？切脉就崴2下子，不如试试用望切。哪里疼？疼不疼？你把我胳膊抓疼了。我靠，真的可以！他周身气息平和，唯有中脘处隐约有疾，但并不严重，更像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轻微积滞。裁判，我诊断完了，香还没有烧到1/5，你确定吗？你还没有切脉？装逼遭雷劈！小子，别把牛皮吹破了！哗众取宠，日之所谓。确定，这位大哥他就是吃东西吃多了，有点积食，饿2天喝点山楂水就好。小大夫，你胡说什么？我都难受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我是积食？民办夏选手，速度第一，诊断无误。开挂了吧？肯定是蒙的，碰巧。荒谬，简直是荒谬绝伦！望闻问切4门合参，你又做了什么？你只是随意碰了碰患者，连脉都未切，此等行为严重违反诊断规范，毫无根据可言。此分数又如何作数？我坚决反对，此乃侥幸，是蒙骗。严教授，你稍安勿躁，规范固然重要，结果绝对不能忽视。内经有云：善诊者，察测按脉，先别阴阳。某些天赋异禀者，却能超乎常人的感知力。方法虽不是很常规，但是效果奇佳。此轮时间与效果无可挑剔，我看给予高分，当之无愧。韩一先生所言也是一种见解。民办夏选手方法古怪，但结果正确，速度还极快。不过严教授也是有道理的，不如综合评定，取其中上，既彰其能，亦尽其遵循常法，如何？
才中上啊，还以为能靠这莫名其妙的能力拿个第一呢。晋级怕是悬了，不过好歹及格了，也没算丢人。患者面色黄白，为脂粉修饰，舌苔虽腻，却无根，脉象平和中刻意显如，乃佯装脾虚湿困之象，实为无病。此患者咳嗽声重浊，却无痰音，喉内无异响，脉象虽浮，却无外邪扰动之象。问其所恶寒热，知无不清，乃佯装风寒表证，实为无病。余楚余冉选手诊断无误，获得高分。这兄妹俩也太牛了！我靠，他们怎么这么快？面容无华，声低气短，畏寒乏力，典型的阳虚之象。这脉象沉是沉，但怎么似乎底下里面有点劲儿，好像不全虚？难道是我自己搞错了？定是虚中加实，不管了，我火神堂以扶阳为本，先断他个脾肾阳虚。没错，回评委，此人乃真患者，正属脾肾阳虚。正属脾肾阳虚。好，请患者揭示答案。大夫，我装的像吗？昨晚没睡好，特意扑了点粉。很遗憾，判断失误。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的脉象明明有问题。患者上场前都经过组委会严格审核，患者并无问题，请各位选手保持冷静。雷厉风虽然莽，但也不至于虚实的脉都摸不出来。患者确实并不大汗，难道真的是雷厉风诊错了？等等，黑气是我看错了？评委老师，此女脉症合参，乃典型的阴虚火旺之症，绝非伪装。杏林院的就是全面。好，请患者揭示答案。对不住啊，大夫，我装的。网上看的病症，我记了好久呢。什么？装的？不可能！你的脉象符数如此清晰，这怎么可能是伪装？很遗憾，判断失误，这个患者并未患病。奇怪，脉象是不会骗人的。连赵明这个书呆子都栽了，这么巧吗？怎么火神堂和杏林院都翻车了？居然还不如那个明半夏。咳嗽何时加重？夜间有无出汗？寒夜何种症状？等等，这脉诊不对劲。这脉诊被人动过手脚，沾染了会影响脉象判断的毒素，而且下毒之人医术高明，若非我精于毒理，也断然发现不了。奇怪，脉象是不会骗人的。看来脉诊有问题，能堂而皇之的在赛场动手脚，下毒之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大赛期间无凭无据指责设备问题是大忌，不行，我不能声张。萧雨林竟然取出了一团丝线，他究竟要干嘛？萧雨林放弃了切脉，选择了难度系数较高的悬丝诊脉，这需要对力道和脉象有着超凡入圣的感知力，能在比赛当中运用，是足够自信的表现。我靠，悬丝诊脉真的存在？这是现场直播，不是特效。患者面容潮红为真，喉间有细微痰渑，闻之淡淡酸腐味，问之咽干口苦，切其脉，左关弦数尤甚，右寸浮寡，此乃肝火旺盛、胃气上逆的真实症候，非伪装。萧依林选手，你的判断完全正确，且采用了难度系数较高的悬丝诊脉。虽然呢，你的速度没有排在第一，但是你的判断无误。目前呢，你的综合评分最高。温冰阁这么厉害吗？这才是真本事！萧依林牛逼，打脸那些失误的。悬丝诊脉，牛逼啊！比我这夏末高级多了。咦，阿卜杜拉选手这是咋？你身上有孜然的味道，你昨天是不是吃烤羊肉了？阿卜杜拉，闻的不是这个。奇怪，这脉象滑数如珠，流利异常，这明明是有血啊，不，应该是滑脉。
但是呢，他是男子，而且这华丽之中有异常的躁动感，不像是天然的气血充盈，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催动的。时间还剩最后1分钟。尊敬的评委，这位患者的脉象非常奇怪，他的症状头晕胸闷，结合他的脉象，我认为他的症状应该是痰湿中阻，清阳不升，或许还有一些气机紊乱。很遗憾，判断失误，患者是因为外伤所导致的头晕，并无内患。啊，怎么可能？难道我的手指骗了我？时间到，叶兰选手由于超时直接淘汰。脉象与表征确有出入，实在难以判断。不是吧？连环失误？搞什么呀？集体中邪了？是不是这届选手普遍不行啊？灵书院的弟子对脉象是最敏感谨慎，连他都无法判断，那一定是不对劲。还有阿卜杜拉大哥，连他这么豁达的人都怀疑人生了，他摸到的脉象肯定非常怪异。难道说他们的判断其实没错，是脉象本身有问题？果然没错，阿卜杜拉的患者和雷厉风的一样，手腕上都有毒气，但都浮于表面，说明他们都只是皮肤接触了毒物。那是脉诊有问题，有人在脉诊上做了手脚，可谁能当着这么多评委和镜头的面做手脚？除非……对了，于楚于冉是他的人，只有他们没受影响。但这老狐狸为了让自己人赢，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给其他高手使绊子，还真是跟10年前对付爷爷如出一辙。比赛已经结束，根据排名，晋级半决赛的4强选手是温碧阁、萧以灵、金方殿、于楚、金方殿于冉，以及名家明半夏。我又进了，哼！要不是我们失误了，哪能轮得到你这个废物草包？走了狗屎运，还真以为自己有本事呢！笑话！脉象之变，精微玄妙，外物之扰，心绪之乱，皆可成物。晋级者自有其道理，或寂静忽到，或运气使然，亦或心无挂碍，故不受外物所扰。外物所扰，他好像也发现了不对劲。韩一先生所言甚是，大赛讲究的是公平公正，若真有外物干扰，组委会定严查不贷。秦主席，您看还需要？诸位稍安勿躁，比赛结果已然公布，便具效力。至于韩一先生所提出的可能性，组委会相当重视，赛后定会成立调查小组，必然会给所有选手一个公正的交代。但现在半决赛依然照常进行，请4位晋级选手做好准备，明天呢将举行半决赛。接下来呢，你们可以稍事休息。他在干什么？拿脉诊上的线，难道他也怀疑脉诊有问题？还是说他在怀疑我？你等一下，干什么？你身上也有黑气？怎么你身上也有黑气？什么黑气啊？你在胡说什么？就这儿，下流！不是，你身上真有黑气，你是不是有病？你才有病！臭流氓，离我远点！要是再敢靠近，别怪我嬴政不客气。哎，奇怪，他医术那么高明，为何会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呢？是这个味道没错，看来明半夏患者的脉诊也被动了手脚，下毒的人真的不是他。清水无变，且无异味散出，酒精亦无变色，非寻常脂溶性毒物。是毒伞变色了，看
看来此线沾染之物心烈燥热，能否食伤药性？鬼灵火，还混着赤剑蓉的甜腥气，是人为初恋的欢麦散。古籍残页中有过记载，此药极其阴毒，是通过皮肤表面就可以乱人气血，伪造出诸如华寿咸景等各种异常脉象，难怪经验丰富的老手都会诊错。谁？是我，明半夏。那个，我是想着说，你晚上可能没吃晚饭，要不要一起啊？你吃错药了，还是在想耍什么花样？我跟你很熟吗？嗨，这破比赛，大家都恨不得用眼神把我杀了。好不容易阿卜杜拉能跟我说两句话，他今天也走了，我就想着说，你总不能让我连着夜宵去找余楚余染吧？或许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探一下这个家伙比到现在到底是真的靠运气，还是有什么我没看透的地方。去哪儿吃？老地方，那儿风景好。说好了，不挑我这团。这次比赛，你好像很轻松就判断对了。哦，你说那个，我幸运抽到一个简单的。你像雷厉风、阿卜杜拉他们，抽到就倒霉催的很难嘛。运气，一次是运气，次次都是运气。明半夏，你把我当傻子吗？你参加比赛，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啊？对啊，我就想吃香喝辣的，顿顿鸡腿饭，100万呢，谁不心动？这黑气虽然顽固又诡异，而且不像外来的毒素那样浮于表面，反而更像是从内部滋生，与他的气血深层纠缠，似乎又带着一种不自然的邪性。萧姑娘，问你一下，你是不是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或者说家里女性长辈，你妈妈是不是身上有什么顽疾？你怎么知道？我母亲的病从未与人提过。难道是那天她听到了？我参加比赛不仅仅是为了温病哥，也不是为了赢谁，是为了救我妈。她得了很奇怪的病，每一天都比前一天严重，只有大赛的奖金还有一些古老的医方资源才有一线希望。你放心，不管这比赛我赢没赢，拿没拿到奖金和资源，我都一定想办法找到救你妈的办法。我的事，你的事儿，小爷我管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全球针灸大赛的半决赛现场。来了，生死战！于师兄加油，金风殿必胜！雨林女神，碾压他们！本场采用1v1实战对决形式，比拼的是速度与疗效。第一组复赛第3余冉对决复赛第4明半夏，第二组复赛第1萧以灵对决复赛第2余楚，胜者将晋级最终决赛。明日比赛至关重要，只要你二人双双晋级，无论决赛谁胜谁负，冠军和巨额奖金都将归于我金方殿，将大大提高我金方殿的声威，压下其他各派。为了能让你二人进入半决赛，我费了不少心思，你二人必须赢回来。师傅放心，我对上那个明半夏，保证赢得干净利落。他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对付明半夏，我自是放心。他根基浅薄，纯靠歪门邪道和运气，只要你稳扎稳打，必胜无疑。但是楚儿，你的对手萧以灵，此女天赋极高，心思缜密，文并阁的针法刁钻凌厉，未必是她的对手。弟子明白，定当竭尽全力。比赛现在开始，两位选手需要同时给症状为剧烈偏头痛的患者诊治。
对付你，用最基础的镇肝息风方略足矣。于冉不愧是金方店的新锐选手，他手法稳健，取穴精准而迅速，下针力度均匀，手法一丝不苟，完全是教科书式的操作。看，经典配方就是有效。金方店基础太扎实了。民办夏在干嘛？发呆吗？不对，不只是肝风，还有一股预热度在少阳经，引动了旧痰。光镇肝不够，得先疏通，再引导。明半夏选手终于动手了，他先是取了外观，然后是足灵气。头痛取少阳经血，简直是荒谬。这次于冉赢定了。这是玄门针法，以气御针，隔空打入。这是玄门遗失多久的技法呀？他怎么会？气流跟妈妈皮肤下的一样，这扭曲的状态是一样的，怎么会这样？什么野路子飞针，装神弄鬼！胡闹！针灸是治病救人的真功夫，不是耍杂技。百会，诸阳智慧，导气归元。散。停止！第一组对决结束，根据实时疗效数据和专家合议，胜者是明半夏。不可能，我怎么会输给你这种野路子？你作弊！我操！发生了什么？我眼花了，明半夏赢了。那是什么阵法？特效吗？飞针？这是真手还是魔法呀？玄门飞针真的存在，明家，这传言难道是真的？我成功了，可玄门真经既然这么厉害，爷爷当年为什么不让我学？什么？萧然居然输给了明半夏，那决赛岂不是？明半夏选手，你的操作严重违规，我宣布成绩取消。我宣布成绩取消。一，你的选穴之法过于怪异，与现代医学的解剖定位、神经传感原理背道而驰，是彻头彻尾的玄学糟粕。第二，你所谓的飞针手法怪异，无根无据，在现行任何一本权威针灸教学、任何一套标准化操作原理中都找不到依据，这是对针灸科学性的亵渎。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你们明家故弄玄虚，违背原理基础的手法，极易对患者造成不可预测的伤害。10年前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侥幸拿个满分，并不能代表你的办法是正确的，这只会误导年轻学子，带歪针灸传承的正路。根据国家标准针灸技术规范，我强烈的要求赛事方取消明半夏的比赛资格。根据国家标准针灸技术规范第17编附注3，鼓励传统流派创新与发展。不错，确实有此项条款。秦主席，你这是在公开包庇明半夏吗？无论使用任何手法，只要在规则框架内达成有效结果，就应当被承认和记录，这是对所有参赛选手的公平，也是对大赛信誉的维护。明半夏选手治疗效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于严嵩评委所提出的关于选手手法、安全性和传承依据等更深层次的讨论，不在本环节评分的范畴。大赛设有专门的学术评议环节，后续也会有专家组对于选手们的技术进行复议和分析。任何有价值的探讨，都欢迎大家在赛后通过正式、严谨的学术渠道进行。而在赛场上，我们只认规则和结果。主持人，请公布比赛结果吧。第一组对决已经结束，胜者明半夏晋级决赛。现在中场休息，下一组萧以灵和余楚的对决将在10分钟后开始。师傅，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小冉输了，你千万不能再输了。为确保万无一失，你把这个拿上。这是？此乃幻神散，无色无味，浴血微溶。你只需要在比赛时借机用针沾染少许，刺入萧以灵负责的患者身上。此药不会要命，但能短暂扰乱患者气血，使其症状加剧，反应迟缓。记住，动作一定要快，要隐蔽。
师傅，这岂不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们金方殿上下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为了金方殿的荣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绝不能被发现。萧姑娘，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问我身上有没有什么异样吗？这道痕是我10岁时为母亲施药时染的，而全身上下的经脉都是这样的淤痕，每次发作就像千万根烧红的针一样，在血肉里绞。古籍里说，这种症状源于一种失传的操控气的霸道针法。告诉我，你刚刚用的引气玉针和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和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还是你根本和害我母亲的人有关系啊？不，绝不可能！我玄门一向只救人，从未害人。你妈妈的病，一定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说是救人，可那种冲击那么霸凌，怎么会是救人？你怎么能证明？我没有办法证明，但请你相信我。请各位选手回到赛场，比赛马上开始。萧以灵和余楚面对的是胃肠痉挛、半发热的2位患者。余楚选手展示了金方殿扎实的功底，曲足3里、中脘、内关等常规穴位，针法稳健。而萧以灵选手并非使用常规穴位，而是采用灵医特色的刺血疗法鲜泻热毒。看他的运针手法，轻而不浮，快而不乱，这是在疏导壅滞的气机，结合了灵医外用药，双管齐下。我们可以看到萧以灵的患者痉挛程度明显开始减轻，额头高热也有所下降，疗效显著且迅速。不能输，师傅不会放过我的，金方殿绝不能输。灵力好神奇，又放血又用药。金方殿今天流年不利啊！就是现在。制造一个绝对自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接触机会。萧医师，是否需要脉诊、垫高息果？我这里多拿了一个。给。谢了。谢了。举手之劳，不必客气。救我！怎么会这样？刚刚明明已经好转了。天啊！患者出现紧急状况，医护人员，快！医护人员！这是中毒！发生了什么？刚才好歹不行了，范白人，终于杀人了！志愿者也是人啊！全球针灸大赛事故，快打120啊！萧雨林，你用了什么妖术？对患者做了什么？难道这就是温病阁的医术？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师傅不是说给我给的神？你把这个拿上，此乃幻神散，无色无味，遇血为荣。药效怎么会这么棒？你刚刚给他用的什么药粉？那药是不是有问题啊？快，立刻切断直播信号，全力抢救患者，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大赛暂停。让我看看，怎么回事？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他！让我看看，怎么回事？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他！你腕下没有搞清楚你的玄门针法之前，我是不会让你碰他的。就算玄门真的有什么，我明白下也是无辜的呀。我是灵医，擅长解障毒，请给我一点施救空间，我不想任何人进来。
赤泽、太渊对应气道，金克木先泄肺中瘴疠之气，太冲、行健对应龙络、火路、木疏土，可以疏解因毒气导致的郁结和气机紊乱。快看，显然是灵医失传已久的逆五行瘴气疗法，金针泻瘴，木针疏郁，又刺血排毒，辅以秘药化符，竟然真的存在。一针引气，以血为引，以药为媒，以符催动，如此行云流水，此女以后必成大器。天地自然，晦气退散，逆五行转阴阳，毒散。我一己之力，这么烈性的毒，此毒三阳眼可破，可万一我搞砸了，爷爷和玄门的名声就真的……算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就很有劲。固守心神，三阳引起，驱阴扶阳，百会。大锤，命门，这是三阳眼，真如浪体，气似火燎。怒三里，这是驱除阴寒、湿毒瘴气的克星。明白上怎么会这种已经失传已久的任务针法？我守阳位，你守阴穴，阴阳交替，毒瘴可破。阴阳两转，驱瘴毒。明半夏以三阳引针法开入，炙热真气，强行破开淤堵，驱散核心瘴毒。萧以灵以逆五行针法稳固脏腑，调和气血，并以灵医符咒之力收束，驱逐残留毒血。三阳引的至阳之火与灵医符咒的驱邪之力，竟阴阳合璧，完美融合，形成玄奥的阴阳驱毒阵，真是神乎其技。成功了！不好了，秦主席，虽然我们关闭了直播，但中医杀人的话题已经登顶热搜榜首，而且各种断章取义的截图和视频都在疯狂传播，舆论控制不住了呀！金鱼派决赛出现重大意外，并引发社会全面关注和质疑。为确保大赛公正透明，经组委会紧急商议决定，全球针灸巅峰大赛即刻起无限期终止，接受全面彻底调查，所有相关人员全力配合。妈妈身上的淤痕真的与玄门有关吗？可明半夏的针法至阳纯正，确实是救人而非害人的路数。等等，余楚这个动作，余楚的左手被完全遮挡了。按照逻辑来讲，余楚的左手在这个状态下不应该是自然下垂的，除非是算好了镜头角度刻意遮挡的。如果余楚是为了赢我下的毒，何必选那如此凶险的瘴毒？如今停赛，对他和金方殿来说并非是好事。还是说，他如此冒险是为了把事情闹大？如果是这样，他一定是留了后手，好栽赃给我。不行，我得去现场看看。糟了，他门被封了。
那装过毒药的瓶子，就算被发现了，也是在萧以宁的操作台下。现在我的纸也消过毒，就算萧以宁怀疑是我，也没有证据。师傅说过，只要没有证据，我就是安全。没有，都被清理得很干净。也是，他们怎么会留下明显证据？那是……不好，有人！谁呀？哎，别打了，别打了！我明半夏。明半夏，你在这干什么？我怎么不能在这儿？你怎么进来的？我走进来的呀，那门口那条一撕就进来了。还真是个奇葩。怎么说？你有发现吗？下毒的人明显是冲着你来的，我没必要趟这趟浑水啊。我只是因为咱们俩共同的敌人可能是一个人。我要是害你，我今天可能会帮你吗？这灵族女孩进展都这么快了，还这么主动。瓶子！哦，我不知道。臭流氓！拿着。就是他。他就这么点儿，他能装多少东西啊？这个尺寸刚好是一根针的长度。哦，所以它不是用来装毒药的，它是用来占据的。像这种高浓度的毒药，如果是靠银针刺进了重要穴位，哪怕是极少剂量，也能一针毙命。啊！去哪儿？去医院呢。医院？你怎么想不明白呀？咱们只要找到患者，能从他身上找到针眼，就能证明这个东西的想法是正确的。接着咱们就能找到凶手。走，大钱。不是啊，你真要穿成这样吗？这也太变态了。不是你说针眼在小腿以下吗？那咱不扮成足浴这样，你咋进去？有什么办法？走。那个叔叔、帅哥，晚上好。我们是足下生辉养生会所，今天呀，做一个回馈社会的爱心活动，让你们免费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古法草药足浴，给你们进行一个全身的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保护健康，免费的哟。啊，谢谢啊，免费！快来，我这个老寒腿啊，胀不得劲儿呢。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这不是你自己提出的方案吗？哎呀，苍天的大地啊！这可是实打实的生化武器。为了啥，小叶豁出去了？找到了吗？没有，再忍忍。大妹子，够味儿吧？老夫这个脚啊，可是有年头了。
大爷，您这酒啊，风味独特，特别均匀，这想必走南闯北没少经历啊。大妹子有眼光啊，老夫可是当年我们酸菜厂的资深员工啊。是吗？酸菜厂没有您都活不下去啊。找到了。有那么夸张吗？你是不知道，他那味儿有多臭，直冲天灵盖啊，真上头啊！小爷一世英名，在这儿算是栽了。笑了，笑已灵笑了，我还以为你这脸得被针灸扎面瘫了呢。哼！少废话，说正事。我在患者足3里穴下方约1寸半处发现了针眼，这基本可以证明我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用针灸来下毒？你手我的脚！这是对中医的亵渎。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腿是那儿被扎的，你之前怀疑过他？一定是严嵩。10年前他为了赢得比赛，赛场上就害我爷爷，现在还要断我名家生路。哼，妈的，现在就让他算账。慢着，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和严嵩有关，打蛇也要打7寸。我们现在唯一的突破口是余楚。那就去找秦教授，当面去揭发他那些为了晋级的罪行。不行，这些都是间接证据，瓶子上的指纹肯定被他擦过，而且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这里面的东西就是今天的毒，更没有办法证明是余楚亲手所为。如果对峙起来，他一定会抵赖，甚至反咬一口。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或者让他自己露出马脚。更直接的证据，他针上一定沾过毒。没用的，他没那么蠢，他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这针肯定早就被他消过毒了。那你说怎么办？就让他们这么继续逍遥法外？做过的事肯定有痕迹，更何况人做了亏心事，就一定会露出破绽。下破胆的老鼠最好抓，咱们就把他敲打，不直接告诉他证据，就拿话炸他，他肯定能说出实话。心虚之人更容易出错。我们现在就去找他。走，必须把他底裤，不，把他那些实话全都给他敲打出来。啊，你就穿着战袍去啊，不怕丢人啊？还没穿够呢。余楚，是。是半夏跟以琳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于师兄，我们是组委会派我们过来，今天的比赛啊，有点事情得跟你确认一下。组委会？组委会不是说今天的比赛还在调查中，让我们耐心等结果吗？我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事儿。可能你还没发现吧？是刚刚发生的最新情况，患者所中的毒，大赛医疗组和司法机关已经初步调查出来了，是一种极其罕见且烈性改良版南方瘴毒。毒物载体已经找到，现在调查的重点之一就是排查毒源和传播途径。组委会重点怀疑毒素是通过针灸的方式进入到患者体内的，所以为了排除所有的可能性，组委会临时决定让我们来收取今天所有在场医师的医疗包，进行统一的衡量物质检测。当然了，连评委们呢也不例外。原来如此，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原来是走常规的排查程序的收针。
真是天助我也！我的针早就用高温火焰反复灼烧消毒，别说毒素，连半点原来的金属纹理都快磨平了。正好证明我的清白。原来是这样，应该的，应该的。作为选手，理应配合调查。我所有的针都在这里了，怎么检查都可以。如果还有什么我配合的，尽管告诉我。于师兄配合就好，不过于师兄也不必担心，我相信凶手很快就会落网的。哦，是吗？说起来，我家在南岭之乡，我们对付这种阴毒的瘴毒，自古以来也有一些古法子。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试剂，能让布料上沾染的瘴毒体现出特殊的颜色来。比如这个针灸包的内衬，想必这个下毒的人每天是拼命清洗银针，殊不知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针灸包才是真正应该彻底清洗甚至是更换的。还给我！这样是违规操作，有正式的搜查令，是违法的。于师兄，急什么？不是说好要积极配合吗？放心，我们只要检查完，没事的话，立刻给你送回来。你们杀我！炸你！于师兄，你这么说可就太难听了。我们只是按照流程收取检测物，顺便科普一点南岭小常识。反应这么大，莫非是做贼心虚？于师兄，我实话跟你说吧，司法机关在患者腿部发现了针眼，大赛录像显示你是唯一一个在患者毒发之前接触到患者腿部的人，故意投放烈性毒物，致人受伤，险些丧命。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比赛作弊的范畴，还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现在物证在手，我要是把这个交给司法机关，你猜猜你能判多少年？不仅仅是金方店的声誉，你这一辈子也搭上去了。不是这样的，我没想害人，我没想把他害成这样。没想，毒是自己跑到你手上的，跳到针上的，自己扎人家腿的，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还在维护和包庇的人，他要是知道事情败露，你觉得他还会放过你吗？为了金方店的荣耀，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严嵩，是我师父严嵩逼我的。严教授，他可是大赛评委，没理由那么做呀。你呀你，真是狗东西，急了连自己师傅都咬，真不是个东西。我没骗人，药片真的是他给我的。他说那个药是换神散，只是让你的患者状态差一点，反应慢一点，这样我就稳赢了。他说这是为了金方店的荣耀，我以为这药不致命，最多就是让人乏力头晕，真的没想到是毒性刚烈的瘴毒。我要是知道，我是断然不会用的。严嵩是怎么拿到这个南方瘴毒的？毒源在哪？我不知道，师傅跟我说他有办法，没跟我说来源，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别走，我愿意跟你们作证，揭发严嵩。我妹妹是人证，她当时就在场。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跟你们去组委会说，跟秦主席说，是严嵩指使我的，我被他骗了，我是从犯。您帮我求求钱，我还年轻，我不想坐牢啊。你觉得呢？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秦鼎贤是大赛主席，地位够高，而且做事也比较公平公正。靠我们还有这点东西，想扳倒这只老狐狸不太行。于楚，你最好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告诉秦教授，听明白了吗？我一定说，我现在就跟你们去。磨蹭什么呢？快点走！一会儿记得
把你跟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再跟秦主席说一遍，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唯一机会。等等，附在的脉诊上面的换脉散，是不是也是你们金方店做的手脚？脉诊？什么换脉散？附在我们确实是做了弊，但那是师傅提前打探到患者的病情和隐案信息，偷偷告诉我们答案，让我们快速准确的做出了判断。我那天的切脉判断也出现了错误，脉象很奇怪，根本摸不准。幸好师傅提前给了答案，不然我可能就会像雷厉风一样出现失误。怎么可能？脉诊上的毒不是你们下的？那会是谁？谁有能力提前拿到患者信息，又有能力在严密的监管下给所有脉诊下毒，目的还是为了陷害你们金方店之外的所有高手。情况不对，我们先走，得找到严嵩当面问个清楚。走。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秦主席，我有罪，我坦白，是我师父逼我在半决赛向萧雨林的患者下毒，是他给我药品，说让患者状态差一点，我没想到那毒那么厉害。秦主席，我是被逼的，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啊！竟有此事，进来说，告诉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都进来。岂有此理！严嵩竟敢如此！身为评委、中医泰斗，居然为了一己私利罔顾人命，践踏大赛公平，更是玷污中医的清誉，其心可诛，其心可鄙。还有你，余楚，你虽然被蒙蔽利用，但是行为极端恶劣，险些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大赛你是肯定参加不了了，所有成绩取消。之后我会将此事移交给司法机关和中医协会，你必须全力配合，指认严嵩，争取宽大处理，知道吗？谢谢秦主席，我一定配合，我一定配合。立刻带2个人来我办公室，通知下去，经查实半决赛意外系严嵩、余楚师徒2人所为，现已处理。余楚取消参赛资格，严嵩取消评委资格，立即移交法办。这次的事儿多亏你们了，尤其是以琳啊，让你受惊了。秦主席，秦主席，后续的事情已移交给司法机关和中医协会处理，你们放心，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平的交代。当务之急，你们是要先好好比赛。比赛？不是无限期停赛吗？既然真相已然大白，元凶也已揪出，就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吗？大赛必须继续。半夏、以琳，这次你们做得很好，胆大心细，及时揭穿了这场阴谋，避免了大赛遭受更致命的打击呀。接下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迎接最后的决赛吧，这才是展示你们真正实力的舞台嘛。不对劲，秦鼎贤的反应太快，丝毫不像他平时沉稳周全的处事风格。从余楚坦白到下令抓人，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和核实，就好像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只是在等一个契机。这般当机立断，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把严嵩给定死，太反常了。如果脉诊不是严嵩做的，那会是谁？同时陷害那么多高手，目的只是为了帮金光殿清除障碍吗？这说不通啊！除非清除障碍本身就是更深层次目的的一部分。秦鼎贤他刚才完全没提脉诊的事，是没在意，还是在刻意的回避？明白下，怎么了？出事了！严嵩还没等移交司法机关，就在被看管的地方突然昏迷不醒，说是急血攻心，突发脑溢血。什么？现在正在抢救，情况很不乐观。这么巧？我也觉得很巧，这分明是杀人灭口。不行，严嵩一定不能死。如果他死了，很多线索就断了，余楚的证词效力也会大减。这样，你去找韩毅先生，把咱们所有的怀疑全部告诉他，只有他能保住严嵩的命了。好，我现在就去。那你呢？我去一趟济世医馆，我爷爷在那留了很多东西，我怀疑我爷爷和秦鼎贤他们的关系，应该不止师兄弟那么简单。现在你一个人太危险了，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去找韩毅先生，我们分头行动，就这样。千万小心啊！
找到了，爷爷的行医手记。9月7日，与鼎贤彻底决裂，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教导我等上医治未必，乃医者至高追求。然鼎贤竟言无病则医无用，更看重医术带来的名利与权势，甚至暗中与一些心思诡计之徒往来，悲哉痛哉！名家医馆绝不容此理念玷污，自此恩断义绝。恩断义绝，爷原来早就……秦鼎贤，他一直在骗我。什么情同手足、师兄同门，根本就是逢场作戏。他从来就没想帮我们明家，所以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算计我上官场内的毒臣。师兄，你的孙子还是太嫩了，玄门的传承还是由我来继承吧。哈哈哈哈。明半夏了，他怎么还没来？该不会是……各位观众，决赛即将开始，但另一位选手明半夏尚未到场。根据规则，若10分钟内未能到场，则视为弃权。明半夏呢？怕了？难道出事了？韩义先生怎么也没来？感觉今天怪怪的。10分钟已到，我宣布。等等，他来了。居然还能站起来！我明明用针封了他的神道穴，按理来说应该气息涣散，连说话都困难。这小子比他爷爷还能扛。也罢，来了也好，正好让你亲眼看着中医，看着你们明家最后的脸面是如何彻底完蛋的。好了，既然2位选手都已到场，那么我宣布第4届全球中医针灸巅峰大赛决赛现在开始，请患者。什么这是？非常抱歉，各位观众，突发情况，原本准备好的决赛患者因身体极度不适，已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我们正在紧急协调新的患者，请大家稍作等待。3、2、1，一亮。不行，医者无自医，怎么回事？笑话！中医厌倦，彻底臭。肃静，大家都肃静！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看来萧以灵选手是身患隐疾，在此刻发作了呀。明半夏选手，看来这就是决赛的天意呀。现在萧以灵躺在你的面前，他就是你决赛的考题，快施展你的玄门针法，救救他吧！明半夏，我以秘针封你神道，你此刻莫说运用玄门真气，就连集中精神都难，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中了什么毒，更无力施救。你们2个，一个无法自救，一个救不了人，就在这全球直播面前和中医的声誉一起彻底毁灭吧！不行，感知不到你先封了我的能力，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玄门真经，爷爷，如果能力被封，真经的根本是什么？是那些花哨的手法，还是医者之心？半夏，针是死的，人是活的。手法再妙，不及心诚；穴道再准，不及辩证。万变不离其宗，追根到底是人。半夏，夺走决医，恭喜万物问切。面色青灰带黑，唇紫干，呼吸浅促，带汗饮，血气有腥臭，夹带一丝腐寒，符合厥阴寒脾、毒血攻心之象。脉沉细，微卷404，这是阳气衰败、毒邪内陷的迹象，必须先回阳骨头助心脉。
路边针灸馆都比这个强，瞎扎吗？夏雨玲没救了。就是真有效！数据在变好，真的。大道不可能，他明明被我封了穴，怎么可能还能起作用？难道不用玄门真气，单靠这最基础的针法辩证，也能达到如此效果？不能让他救下去。韩医先生来了。严嵩，你怎么？韩医先生，这是何意啊？诸位直播前的观众们，老夫来迟了，让大家受惊了。老夫今天就要当着天下所有人的面，揭穿一件隐藏极深的祸害中医界多年的阴谋。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大赛主席秦鼎贤。反爪！秦主席，我就知道有黑幕。快说！韩毅先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以灵昨夜交给我的，从复赛脉诊上所取验出的换脉散。据我所知，换脉散在好多年前国内就已经禁用，只有境外一家黑曜石实验室能有条件制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夫人就是注射了那个实验室制造的生命延缓剂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秦鼎贤，你别装了，我教于楚于然作弊是不对，但这瓶药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可没有告诉我这里面装的是致人性命的瘴毒。好在我留有一手，大家听听。于楚于然那么明显的作弊，所有人都看出来了，你难道让我当众包庇你们经方店吗？今年高手多，我也是想稳妥一点，可谁知道那么多人都失误啊！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真的取消他们的成绩吧？既然做了，那就做绝一点。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是幻神散，无毒，但能扰乱患者气血，使其反应迟缓。只要你们经方店这次能进决赛，所有传言就会不攻自破。你身为大赛主席，为何会？我只是不想让明半夏那个野路子再晋级。他代表了不入流的偏门，他的名次越高，中医针灸大赛就越像个笑话。所以为了维护中医的声誉，一定不能让明半夏再晋级了。只是我小瞧了明半夏，以为让于冉对他必赢，便把药给了于楚。没想到你在半决赛上那么维护明半夏，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如今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你和藏在你背后的泾元会计划中的一部分。泾元会不错，警方已经查明黑曜石实验室长期接受反中医组织泾元会的巨额资金，专门研制中医理论和实践的破坏性药物，而秦鼎贤就是在这个泾元会中最大的赌狗。秦鼎贤，警方已经掌控了你在泾元会的现任，你的演出该结束了。没错，是我，都是我做的。严嵩，你到现在还以为10年前是明远山害死了你的患者吗？是我把你的针换成了毒针。明远山只是帮你疏导气机，而致命的那根毒针可是你自己亲手扎进去的。你说什么？原来真的是你，为什么那么做？我们虽然师出同门，但是他那种治胃病的理念挡住了太多人的路，也包括我的路。除掉他，就是除掉当时中医最强旗帜，打击中医公信力。所以我买通了患者，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在赛场之上换掉严嵩的针。他在比赛之前就知道必死无疑了。我竟然误会了明师哥这么多年，我真是该死！我恨了严嵩10年，但我真正应该恨的人是你这个伪君子！这一次本是天赐良机，我本可以让全世界人都看看你们这些所谓的天才名门正派
在一个运气好的混混面前，在一个小小的意外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这样一来，全球的观众都能看见，中医就是不行，是偏疏，是落后。秦鼎贤，你的谋划之深，用心之毒，真是令人发指！畜生，人渣！中医不是不行，是坏人太狠了。中医涅槃重生。可是我漏算了一点，明半夏，我漏算了明老头子致死，也没有忘记他那一套医者仁心的迂腐教诲，更漏算了你这小子在油滑的外表下，竟然藏的是你爷爷的那根硬骨头啊！还有这身深不见底的真本事。不，你错了，你不是输给了我明半夏，你是输给了泱泱华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你是输给了1000年以来治病救人的道。我何尝不知道中医之道？可是我夫人患上了离魂症，我身为医者却束手无策呀！黑曜石实验室研发的生命延续制剂可以延缓他的病情，而代价就是利用我的身份和地位，从内部一点点的打击中医的根基，为他们的生物科技药剂扫除障碍。我该怎么选？我能怎么选？唉，也是可怜无辜的，中医也是无辜的。中医也在传播进步啊，为什么不愿意再试？是经中医，叔公，爱妻之心，人皆可灭。但是您错了，医者的手可以有无力回天，但是绝不能沾染那些莫名的污秽，去戕害那些无辜的生命和传承。若是我爷爷在此，定会和您夫人一样接受天道的不公，但是不会做出您这样的选择。秦鼎贤，你涉嫌故意杀人、诽谤、投毒、谋杀他人未遂等多项罪名，现在对你进行逮捕，铐上。依灵，你怎么样？我没事，还好有你在。昨天我们都喝了他的水，为什么只有你中毒了？因为他知道我对毒异常敏锐。昨天那水里无毒，但是放了一些我感知不到的催化剂，催动了我体内沉积的旧毒。但是他是怎么知道你有旧毒？难道你妈妈的毒也是他？他和你师父师出同门，手法相似，所以我才在你的针法上看到了我妈妈的症状。你放心，我能治好你，也能治好你妈妈。鉴于本次大赛的突发情况，经评委会和组委会联合研究，我宣布本次全球中医针灸巅峰大赛破例实行双冠军制，奖金平分。明半夏、萧以灵，你们2人都为冠军。同时，此事在我中医同仁中引以为戒，医者人心为本，术为末，绝不能本末倒置，沦为追逐名利、害人性命的工具。年轻人，中医的未来在你们身上。双冠军，实至名归，中医牛逼！好样的，萧以灵加油！飞驰弹道。我母体内淤积的毒气已经深入其境，盘踞在心包药中，与本源气血纠缠极深，常规的药难以根治。玄门真经有用吗？有用，但是需以9针泻毒之法，徐徐涂治，只是其过程中异常浓厚。孩子，放手治，这点痛比起灵儿这些年为我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相信你。起！你没事吧？灵儿，
妈妈的病好了，济世医馆也重生了，秦鼎贤也伏法了，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结束？不，依灵，咱们只是拔掉了静元会的一颗毒牙，他们的头、他们的爪牙还藏在深处，他们能对你妈妈下毒，也能对其他的中医世家下毒。最终，他们的目的不是摧毁中医世家，而是占领全球医疗市场的话语权，用他们的药来代替我们千年的智慧与传承。你的意思是，济世医馆的招牌挂上了，但仗还没打完？是的，那些庞大的资本，那些植入人们心中的利益，那才是真正的毒瘤。我们要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和我们一样信赖中医的人。我们是为他们而战，这条路更险更黑。你愿意和我一起吗？当然，我的命是你救的，我妈妈也是你救的，我的针就是你的矛，别忘了，我可是邻家女人，最不怕的就是毒。好，